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2025年22億資產構成大公開，從2000萬起步到身家22億，他靠的不是運氣，而是一次次押上全部的選擇。在流量更新極快、明星更迭頻繁的內娛，真正能把事業和資產同時經營到高位的演員並不多，而譚松韻恰恰是那個低調卻穩紮穩打的例外。最近，一份關於譚松韻2025年資產構成的分析報告在業內和粉圈流傳開來。報告顯示，他目前的綜合資產規模約22億元人民幣。這個數字一經曝光，迅速引發熱議。有人驚訝於他的隱形富豪身份，也有人質疑數據是否被誇大。畢竟在此前的自媒體傳聞中，譚松韻的身家一度被渲染到40億、44億，但始終拿不出權威依據。相比之下，22億這個數字反而顯得冷靜、克制，也更可信。譚松韻的資產增長曲線比很多人想象的更狠。如果把時間撥回10多年前，譚松韻剛剛在行業站穩腳跟時，他的可支配資產規模不過2-3千萬。那時的他還只是一個以乖巧、鄰家感被記住的年輕演員。誰也沒想到，這條看似溫和的成長路線，最終會拉出一條極其陡峭的資產增長曲線。根據整理，他的資產積累主要集中在2018年之後，而真正爆發則發生在2021年至2025年這5年。這並不是靠一部爆款躺贏，而是作品密集輸出加商業價值穩定兌現加投資持續滾動的結果。22億資產的4大來源，拆解並不玄學。1. 房產投資，穩，不炫，但狠。譚松韻的房產投資並不張揚，卻極具戰略性。目前已知的核心資產包括北京近郊獨棟別墅1套，市值約2500萬至3000萬，多處一線與新一線城市的不動產配置，以自住加長線持有為主，並非頻繁買賣。他並未像部分藝人那樣瘋狂囤房，而是集中押注優質標的。房產在他的資產結構中，更像是一個安全底倉，不追求暴利，但確保抗風險。2. 影視片酬依舊是現金流核心，真正支撐他資產快速擴張的，仍然是影視片酬。以2024年的歸路為例，他的單部片酬約4000萬人民幣，且未全額收入，並非分賬制。放眼同期90後女演員，這樣的議價能力並不常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片酬並非建立在短期流量之上，而是來自穩定的收視轉化能力，對女性觀眾的長期吸引力，劇集播出後口碑的可持續性。這意味着他的高價不是泡沫，而是被市場反覆驗證過的結果。3. 商務代言佔年收入約45%，但不靠割韭菜。很多人低估了譚松韻的商業價值。事實上，他的商務代言收入已佔年收入的45%左右，涵蓋國民級日化品牌、女性消費品、部分輕奢與科技產品線。他的代言邏輯很清晰，不追求短期爆發，而是長期綁定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的商務形象始終穩定，沒有出現代言翻車的大面積風險。4. 商業投資真正拉開差距的一步棋。如果說前3項是演員的常規配置，那第4項才是真正讓他資產結構升級的關鍵商業投資。據分析，他的投資領域覆蓋科技初創、連鎖餐飲、美妝及女性消費賽道。整體年化回報率維持在35%以上，在娛樂圈屬於極其理性的高水平操作。這也解釋了一個問題：
為什麼他敢在房產上一次性壓空積蓄？因為他清楚自己並不是靠一部戲吃一輩子的演員。不可否認，蜀錦人家的播出效果確實不及市場預期。對一個長期被稱為港劇女王的演員來說，這樣的反饋多少有些刺眼。但有趣的是，這次失利幾乎沒有對她的商業和戲約造成實質影響。原因很簡單，她的失敗是作品層面的波動，而非觀眾信任的崩塌。在業內看來，她依然是穩定、安全、可控的合作對象。那一次幾乎把自己掏空的決定，最讓粉絲心疼，也最具爭議的是那套價值超過2億元的北京別墅。據悉，為了拿下這套房產，譚松韻幾乎動用了多年積蓄，投資回收資金，長期房貸計劃。這不是衝動，而是一場極其清醒的豪賭。他很清楚，房子不是奢侈品，而是一塊穩定資產錨點。而隨之而來的現實就是，他必須繼續高強度工作。網友評價，他不是被房貸逼着拍戲，而是本來就配得上拼命。在相關話題下，網友的態度出奇一致。他是少數讓我覺得賺這麼多錢也完全合理的演員。雙引號，買2億別墅不炫耀、不營銷，這點就已經贏麻了。雙引號，他的努力不是賣慘，是長期自律。雙引號，內娛能把戲拍好、錢管好的人真的不多。雙引號，甚至有網友調侃，別人拼命是為了翻紅，他拼命是為了不浪費自己的人生。雙引號，他的22億到底算多還是剛剛好？如果單看數字，22億資產對大眾而言無疑是天文數字。但如果把譚松韻放進一線女演員的行業坐標系裡，這個體量反而顯得相當克制。以同代女演員為參考，流量型藝人，資產高峰往往來得快，但波動極大，代言與曝光高度綁定熱度。轉型期藝人，收入結構不穩定，片酬、曝光、投資節奏容易斷層。長青型藝人，收入增速不誇張，但抗風險能力極強。而譚松韻顯然屬於第三種，她沒有資本強推的超級起點，也沒有一夜爆紅的流量神話，而是用10多年時間把自己打磨成一個可持續運轉的商業體。從這個角度看，22億不是誇張，而是長期複利自然堆積的結果。外界最看不懂的，恰恰是他那次看似激進，實則極理性的資產決策。在很多藝人眼中，把幾乎全部流動資金押進一套房產是大忌。但譚松韻敢，原因只有一個，他對自己未來現金流有絕對把握。這套2億級別的別墅，本質上並不是消費，而是3重作用疊加。資產錨點，鎖定長期保值資產，對沖行業不確定性；心理錨點，讓自己始終保持高強度輸出的動力；結構優化，把高波動現金轉換為穩定資產底盤。這也是為什麼他在買房後非但沒有躺平，反而進入了一個異常拼命的工作階段。很多人用一句話總結他近幾年的狀態：被房貸逼着拍戲。雙引號，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這句話並不準確。更貼切的說法是，他太清楚自己適合在什麼時候拼命。他沒有把舒適區當終點，也沒有在口碑高峰期消耗自己。相反，他選擇在事業穩定、觀眾信任度高、市場認可度成熟的階段加大投入，加速產出。這是職業判斷，不是恐慌反應。一部劇的失利本應是風險點，但蜀錦人家之後，譚松韻的行業地位卻並未動搖。原因在於，他的失敗是項目級別的，而非個人信用級別的。導演、平台、品牌方看的不是一部劇的數據，
而是他過去10多年積累下來的穩定履約記錄。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業內依舊被評價為好用、好合作、不翻車的女主角。雙引號。在大量討論中，一個共識逐漸浮現：網友真正認可的，並不是他賺了多少錢，而是3點：他的錢來得乾淨、透明、可追溯；他的努力沒有被包裝成賣慘敘事；他從不拿成功對比、碾壓、貶低別人。正如一條高讚評論所說：他有錢，但從不讓人覺得冒犯。雙引號。在流量至上的當下，譚松韻走出了一條反流量但有效的路徑：不靠極端人設，不賭單一爆款，不透支個人信用，不急着證明自己贏麻了，而是讓時間替他做背書。這條路不刺激，不炸裂，卻極難複製。在話題收官階段，評論區的畫風逐漸變得溫柔，希望他以後賺得再多一點，也活得再鬆一點。雙引號。他不是那種必須被仰望的成功，而是讓人安心的成功。雙引號。看他一路走來，會覺得努力真的有回報。雙引號。不塌房，不賣慘，不翻車，本身就是奇蹟。雙引號。結語。譚松韻的22億不只是錢，而是一種長期主義的勝利。在這個熱衷速成和爆款的時代，譚松韻的成功顯得有些反潮流。他沒有靠緋聞製造流量，也沒有靠人設透支自己，他只是一步一步把演員這條路走成了一條複利曲線。22億資產是結果，而真正值得被看見的是他對時間、選擇和自我價值的長期尊重。或許正因如此，他的故事才會讓人願意相信，在這個行業裡，努力真的可以慢慢贏。